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我是64。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来自星星的你这是一个爱情占卜哦。然后看一下现在的你们，对感情，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点，或是一些讯息。那当然，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哦，它无法对应到每一位朋友，所以呢，希望各位的大家，能够截取一些比较有益的讯息来听就可以了。那若是不符合，那可以参考其他2组来听听看。好，那我们第一组呢，首先我看到的是，屏幕前的你呢，应该是已经结束了一段感情。这感情呢，对你来说呢，是伤得蛮重的。对，因为你对这段感情其实是期望已久，那也是非常的付出非常的多，那最后的结果让你非常的心痛。好，那也因为前一段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的创伤，所以使你呢对这样的感情有点害怕，然后一直不敢前进，都会有一些阴影一直存在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好，然后很害怕接下来的感情的发展。当然你在交往的对象呢，通常都是年纪通常都会大5岁以上。好，不然就是他是一个心智蛮成熟的人。那你也是都是以结婚好为一个前提来交往的。所以呢上一段的感情你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一些回报，所以对你来讲，你真的蛮心痛的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造成一些蛮大的一些对感情比较没有信心，好，没有把握。但是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哈，你的新的感情即将进来，那也有可能已经进来，好，也有可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恋情。通常你在交往的过程中，其实你都花蛮多的时间好去经营一段感情的，然后也是很重视爱情的一个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即将到来的或者是已经发生的这个新恋情对方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们这边看一下。对方也是不管他在身份地位上面还有他的经济条件上面，其实都还算不错的那年龄就像我刚刚说的年纪会比你长，那或者是说他心智是一个比较成熟稳重的人。他对你非常的爱护有加，那他也给你很多的温暖，只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走出过去的伤痛，所以他给你的付出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
的满足。对，那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啦，这是需要时间的。那我想你会慢慢的被对方给融化、感动，然后慢慢的也会接受。因为这样子看来，对方的一个条件算是不错，重点他是一个非常忠诚，而且呢也是疼爱有加，对你，然后而且他也是一个比较正向，比较比较有正能量的人哦。所以这段感情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正缘，它会是一个正缘。那只是因为你过去的伤痛还没有完全的清理完，所以呢还在调试当中但是看得出来对方其实是一个蛮重视这段感情的那所以也有可能你正在开始，或者是你即将到来这份感情，那我觉得可以建议你可以先试着了解，那不要排斥因为我这样看下来，其实对方是一个不错的人他也是真诚对待的那他话不多他的话不多，但是他都是以行动付出来表示的那算是一个蛮真诚的人，蛮忠诚的那只是说你还需要一些时间，慢慢的去调试，慢慢的调整你的心态，然后才有办法全然的放下，然后去接受他的完全完整的感情这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相信以他的真诚，还有你们彼此算是都有这个心都是认真的对待彼此，我想应该是会受到大家的祝福，而且是大家都可认可的好，那所以这边呢，那但是你的部分就是行动缺少了些你比较属于被动式的那这边可以鼓励你，其实不要担心我想对方是一个不错的，你可以尝试看看交往我相信跟之前的对象是不太一样的。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有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首先呢，很明确的再次确认呢，上一段的感情已经断联了，分手了。那有一个很明显切断这样的一个讯息。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那现在呢，你确定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真正感情，然后而且它是安稳的、安定的。在你过去茫茫人海中失去了方向，无所适从，那现在的你终于有一个安定的心，终于可以放下，然后前进。那这是一个蛮深厚的感情所以呢非常的不错，有这样的一个新恋情，而且是稳定成长的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有提到就是一个宗法的男子或女子那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接下来3周内，或者是已经发生了那也是新的这段恋情，那对方呢有可能是宗法的咖啡色的，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还有呢就是他是你的灵魂伴侣这个表示这个是命中注定的是要在一起的。那非常的热情，然后非常的怎么讲，就是一个
很热恋，好热恋的一个对象哦。那某些时候呢，感觉到自己好像不认识哦，实际上呢，就是会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然后这段关系呢，会带你走向幸福。那你所期待的事情呢，也会在你人生中出现。所以我们可以期待。然后再来这边要给你的就是要求你要有信心，对自己要有相信你是可以得到最棒最好的感情，然后遇到最爱你的人。你是要有这样的信心，你是可以遇到的。然后呢，你们彼此呢之间是非常了解彼此，然后也很会替对方着想，然后呢，可以向对方展露你先内心深处的自己，可以深谈的，然后让你们的连结呢会更加深。所以这个在的显示，这样的一个伴侣，他是属于怎么样？是你的灵魂伴侣，他是一个正缘。好，所以可以请你好好的把握。然后再来这边也提到了，大天使汉尼尔他说，信任并追随你在爱情生活与工作中的崭新的热情哦，请给予热情，对这段感情给予希望哦。过去的就放下哦，这段新的恋情它即将带你走入幸福美满。好，所以可以好好期待这样的一个感情到来。这边还可以看到，就是牌卡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有关我们这边有2张牌哦，一个是瀑布跟凤凰哦。那瀑布这一张牌，它提到的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它是无法阻止的。那已经过去的一切呢，就放手，放掉，遗忘它，去这样子才能够迎接真正属于你的东西到来。而且这个再次强调，新的机会将要到来了，所以你要放开你过度依恋的地方。可能你有很多过去的回忆，可是我觉得你要慢慢的遗忘然后去接受你眼前的这个机会，然后好好的去爱它经营它。因为每一个人到来的机会都不一定，但是是一个好的缘分，我们就要好好的珍惜。那凤凰的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它也是想要给你的讯息，就是当曾经一切都不再存在的时候，你正经历重生，也将重获新生，然后变得更棒。你将拥有比你想象中的更多，所以放手，那相信好的一切即将给你。好，你一定要对自己要有信心，然后相信这一切都会是美好的，那它就一定会往你的想象走来。好，那这边还有两个，一个是提到的是摩羯座。那当然它这个讲的是一个能量那我们都知道摩羯座它是一个很踏实很务实的一个星座，它可能不是都嘴巴讲，它可能是以行动来表示，然后默默的做，但是它总能给你很大的安全感它会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安心，然后他也很重承诺我觉得摩羯座的能量是如此就是说他可能承诺你的，他会尽力去达到，而且他不是光说，他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但是他会做到然后再来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边还有一个12宫通常12宫它讲的就是一种业力因果潜意识这种秘密方面的一些宫位。
那当然这边也有就是你对过去的一个内省深思，那也算是一个就是看不见的事情，它都算是12宫掌管的，像阴暗面啊，你内心的一些想法啦。那所以若是连结摩羯跟12宫的话，通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极端的念头，会出现哦。那而且会很强大，那通常不会被外人所发现他的内心世界，所以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那他总是对别人不轻易的信任，那内心会充满了一些比较杞人忧天，的一些担忧，那这个是一种能量哦。但是我相信它慢慢就要结束了，那终于就要海阔天空，那拨云见日了。所以我想这些你都曾经经历过，所以慢慢的你把自己调整好，重新来过，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然后好好的去珍惜现有的。好，那再来就是这边有看到一个旅程，那很明显的，这个旅程呢，当然就是有可能你最近会有机会出国，或者是搬迁度假，或者是去进修出国，就是到外地出国或出差，这些都是有机会的哦。但是更重要就是说它也有可能是一个爱情的旅程，那前方有一个冒险的旅程正在等着你哦。那它是不是冒险？我相信旅程总是都会有一些挑战的啊，但是我相信你把自己的心打开，那才有机会争取到好的。若是你把心都永远关闭着，那好的机会它也只是经过而已，它一样也是会被流失的哦。所以要掌握好的机会呢，你必须要有勇敢冒险的心。好，那我想这段旅程是非常棒的哦，好好去享受它。那再来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疗愈的啊。那当然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过去的过去的伤可能很难去抚平，需要时间，它是需要时间的。那这边鼓励你就是慢慢的疗愈，然后往正面的方向去走，然后过去的一些不好的关系，不好的一些好那些影响着你，你都放掉。你要相信，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重复，你一样可以遇到不一样的。不一定说你永远都是会遇到不好的，不会。你要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有机会，你先把你的心理疗愈更好，然后更正面，然后再去享受你现有的关系。那过去的就遗忘，因为不是永远你都会遇到这么不好的，所以把它放掉，遗忘它，然后慢慢的去把自己的心理疗愈好，然后让自己更多的正能量，好吗？好，这边还给了2个时间点哦。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佳节啊，有可能遇到比较有节庆的时间点啦，好，或者甚至你看到视频的隔一天，好，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你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好，也许是你遇到对方的，或者是对方会给你什么样的惊喜等等，哈，都在这2个时间点，好，让你参考一下。好，那再来这边还有一个2个提醒，就是第一个是猪哦，他这边讲到提防贪婪的行为哦。那这个边讲到的呢，有可能就是我们在经营任何一段感情哦，都是要同等的付出，不要有谁多谁少哦。
一直付出的人，他也是需要被爱的哈，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所以呢，这边强调的是，感情是需要经营的，好，他不是一直被动的索取。那我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这样子的另一半他也是会感到不平衡，然后也会累。所以这边讲的就是爱情是两方都要同等的付出，而且是要很努力的经营，那这样子才会有好的感情。那另外一个提示呢是乌龟他这边讲的缓慢但肯定会领先的所以呢疗愈的时间是可以很长，但也可以很短那当然我们不要急我相信这一切都可以，这个坎是可以过去的。那只要你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办得到，然后早点脱离过去的那种阴影，然后迎接的就是美好的，而且是一个新的机会。好，那这边呢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观音神谕卡呢，它是一个叫做进入御殿的一张牌卡。它这边有一段话呢，我这边大概把它讲述一下。他说你现在已经在无形中开始感觉到情况的疏解了，在这段路途上呢，将会有许多的冲突跟挣扎的出现。那这些冲突是我们在内的状态，或者是透过外在的关系情况所产生的。当我们能够逐步的超越分离、竞争和冲突的幻象，透过我们独特的方式找回的意识觉醒，让我们对于批判的执着放手，在我们心中保持更多的祥和，学习超脱与信任。那观音他肯定你的决心，保持信心，放下你的观点，并接受一个崭新的，不再是对与错的批判，然后放下一切，然后进入这个御殿，你将会享受疗愈的奇迹透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任何困境与挣扎。好，这是观音要给你的一些指引好，那这就是我们第一组的全部讯息。那若是喜欢64的解牌，那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按赞、留言、分享。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咯，拜拜。好，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我是64。今天的主题呢是来自星星的你这是一个爱情占卜我们来看看你和他未来的发展是如何，有什么需要我们留意的。那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它没有办法链接到每一个人，那所以希望大家呢截取自己比较有意义的讯息来听。若是完全不符合的话呢，可以听取其他两组的讯息。好，那我们先来看这第二组的我们第二组的牌卡首先呢这边看到的就是你刚结束了一段感情那这个感情呢是来自于有第三者有这样的一个迹象那对方最后呢决定了要离开离开你，然后重新一个新的感情。那当然你这边呢非常的怎么讲很难接受，很不甘心非常的有嫉妒啦，有怀疑啦，然后有批评啦，有批判啦，那会一直无法虽然被迫分了，但是你内心一直告诉着自己，就是这是一个不值得等待的感情，你也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它
断干净、切断，但是你还是有很多的不甘心、不甘愿，然后不舒服的情绪在里面哦。然后很多的也会自我欺骗啊，然后去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结果。嗯，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最后还是成全了他们哦，选择呃成全吗？应该最后你也是不愿意再去跟他们在那边和稀泥了哈、你会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好、所以你也决心就是跟他切断这段感情，对，那你也决定要走出好、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那我看得出来，对，最后你还是有这种施舍，就放弃了，哦，你也不想要在这样子的一个不健康的关系里面去怎么讲相处，好、所以你决定就是还是放掉，好、那对，所以呢，你是有魅力的，对，所以你也相信你自己不在这段感情后，还是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哦，因为你是蛮有能力的人。那只是此时此刻，被这件感情的事情，呃，搞得让自己有点就是心慌意乱的，对，已经有点失了自己的一个方向，然后充满了很多的怨恨在内心里面。那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对方是很嗯毅然决然的选择离开了哈。那对，选择他要的那份感情。那对方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不错个性的哈，他算是一个蛮敦厚的敦厚的一个人。只是我觉得感情这种很难说对跟错那只能说他想找到的是他自己觉得适合他的。那我们也不需要勉强，因为感情勉强来的感情其实不会幸福的。对，那你也可以找到你自己属于你自己适合你的人。对，我们也不要强求，只是疗伤的时期是需要时间的哈。那我相信你未来还是可以找到你的自信的，对，你还是可以找回你的自信。那也可以有机会找到你幸福的、属于你真正的感情。所以我觉得虽然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蛮嗯嗯，虽然没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了但是我是觉得或许对你对他都是好的。对，因为一个个性不一样的两人，若是能够要强硬的在一起，其实也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对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调试好我们自己，然后给自己更好的理由，对，然后不需要觉得自怜自爱，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可怜，被分手了，然后一直没有缺乏自信，不适合的人就是不应该在一起。对，那
硬要在一起只是在折磨彼此而已。所以我觉得放手才是你最好的选择。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或者是提点哦。好，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树木哦，那树木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健康的关系，然后它是会让你成长的，那当然它也可以疗愈你的心情心境，那这当然也代表着你即将会遇到一个良缘好的缘分。再来就是庭园哦，这个暗示着就是你有可能接下来呢会在庭园啦、集会活动啦，或者是公园这种社团等等这样的一个公众场合里面呢，遇到你的另外对象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所以你可以留意哦。那当然在这段时间可以多去参与这方面的一个活动哦。再来就是告诉你这边的有一个戒指礼物，就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来了，很棒的礼物哦，是一个惊喜，而且它底下的日期是写7天，所以有可能你已经遇到了，或者呢在不久很快的你就可以有这样的好消息。还有一个就是电信引发的相遇了，那这当然有可能是你有透过交友的软体啦、网站啦，或者是从手机里面的一个电话号码，或者是因为联系的关系，然后结上了这个缘分，就是跟这个电信通讯是有很大的关联而且你们之后呢也会经常会讲很多的电话会透过这种网际网络手机联系彼此的感情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的大。好，再来呢就是进入到你们的蜜月期所谓蜜月期就是你的热恋期了。那当然这个热恋期呢，它是共享欢欣幸福的美好时光，假期时光你可以利用这段时期呢，可以多去出游啦度个假啦然后联系彼此的感情，我相信这个感情一定会很快速的增温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宽恕跟学习他说当你放下并且疗愈过往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一些心痛的感觉，那你会在当下，你只要疗愈过放下了，你会在当下体会到更多的爱所以这要学习宽恕如何去放下自己其实你放下了就是原谅那也是宽恕了你自己。对，所以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很多事情都是自己不甘愿不甘心不愿放下所产生的一些怨念好，那我们再来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神圣的男性逆位他这边讲到的就是说这是一个认知失调，然后呢是缺乏了跟外界对外的这样大世界的一个联系所以你必须要消除这些干扰，然后全神贯注的在当下，不要再一直回复过往我应该怎么样，我不应该怎么样，其实那都已经过去了，应该是要活在当下当下才是你必须要认真对待的那过去不管是什么样的错认或者是讯息的传讯是错误的等等，那都已经是过去式了。那另外一个金它的意思呢，就是要你真诚真实的跟内心沟通让你去把真相真实的自己，让自己更清楚更了解自己，更知道你要的是什么，而是真实清晰的去呈现，去跟你的内在沟通好
再来这边有出现一个天蝎座，那当然这有可能是对方星座或你的星座，或者它只是一个能量。那天蝎座的话呢，原则上我们都知道天蝎座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而且他有一个他的特性，就是很惊人的耐力跟意志力。尤其他一旦决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便不容易轻易放手，他不是那种很容易轻言放弃的人。当然这个是他的天蝎座的一个个性那在这边当然天蝎座他还有一个属性，就是他也会比较容易多疑，然后比较会有占有欲那这个部分是天蝎座比较对感情上面的比较明显的一个状况那你说他不对吗？其实也不是只是说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对于放下、放掉或分手都会耿耿于怀，对，不是这么容易就忘了在他内心里都会有一个过往的记忆一直存留着。那这个冥王星呢，我们都知道那个天蝎座它的守护星就是冥王星。冥王星它其实代表就是一个重生、变革、毁灭、死亡脱胎换骨、再生这样子，还有权力控制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可想而知呢，在那段时期，过去的那段时期，感情所带来的伤痛，其实我相信那段时期的你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受的一点也不轻松我相信那个只有你自己清楚。我们也知道天蝎座是一个非常低调人，他不是很轻易的会说出他真正的内在想法，所以经历的那一段黑暗时期，我相信只有天蝎座你不是有这样天蝎座能量的冥王星这样子的一个星群所带来的这种很巨大的很撕裂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相信你比谁都清楚但是我想这是会慢慢过去的这都是我们该要学习的地方，如何放下，如何能够让自己更好，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会的。还有这边有一个阴阳的逆位所以这表示你是有展现了很强的阳性能量积极这种外显的能量，然后还有用很多的逻辑然后会在有目的性的行动上面去应用，然后也会充满很多的创意还有代表着新的开始外在的一些改变这个你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你可能在外在的很多的改变，然后慢慢的有显现很多的阳性的能量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这是好的转变。再来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天使疗法大天使拉斐尔将你的担心跟忧虑都交给天使并允许我们卸下你的重担那大天使会协助你慢慢的释放下这些不再属于我们的一些记忆或痛苦，慢慢的丢掉遗忘那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就是长矛这个长矛的意思呢，就是为你不再拥有的东西而心痛。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你失去的，你会一直耿耿于怀要马上忘掉，说不在意是很难的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的。那不用担心你的新的恋情很快就会到来的所以我觉得你要往后看，应该是往前往前，不要再一直往后去看着过去的那些种种。那这边还有一个狐狸
狐狸代表的其实你是一个很精明的、足智多谋的、很聪明的，尤其在工作上，你是很有魅力的。所以你不要忘记了，你其实是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啊！不要被感情的一次受伤而丧失了你对感情的信心或自我的一个信心。再来这边还有看到一个就是金色的镜子哦，它这边代表的就是说自恋，那还有自我陶醉、自我催眠，这其实都还蛮天蝎的性格哦。那我觉得这些有时候是为了疗伤哦，想要让自己就是好过一些哦，但是有时候会失去了真相。那这边有讲到一个爱情轰炸哦，他的意思就是，可能对方向你展示的这段感情，好像忠诚啊、良善啊、真诚啊、慷慨这些，他会一直表现这样子，让你的感受是这样子的。但是一直直到你对这段关系产生了依恋、依赖、信任了，那他就开始对你进行一些控制，还有情绪的勒索。好，这个是在我们讯息上里面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哦。但是我觉得都是过去了，那都是过去了。对，你应该现在就是要学会忘记，就是把它放下，真正的放下。好，这边还有2个时间点。那这个2个时间点呢，是一个2月，一个4月哦。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在2月、4月里面发生了让你难以忘怀的事件。好，那你可以稍微留意，或者是明年的2月、4月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出现在你的眼前，也许是好事啊。好，那这个时间点你可以特别留意，是在2月跟4月。那最后呢，我们来提一下观音的一个预言啊，神谕。好，观音的神谕卡这边这个卡呢，它是讲的是道家的智慧哦。那这边有讲到，就是停止试图用自己有限的观点，然后去控制和指引，那取而代之的是要更开放自己，然后去接受并听从高我的一些指引哦，放下恐惧和控制，这一切如此的容易，放下，允许生命做完它正在做的，无论那些情况看起来有多么的难解，只需要允许它去转动，继续的前进，不要用自己的韧性去试图强迫事情的发展，那只需要信任它，用你的智慧自我成长，允许宇宙的浪去带领我们快速的将我们送到正确的岸上。好，这个关于它是会帮助你的，所以呢，不要去害怕，相信你一切会得到最好的祝福，最好的协助，最好的庇佑。还有一个就是想要讲的就是要正视自己的恐惧，了解恐惧的原因是什么，再来还值得恐惧吗？若是不值得，你就放掉放下了，对，然后停止想要控制一切的一些冲动。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呢，我相信经过几次的这样子的事件，然后你也去会自省，然后去更成长，自己未来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做是对自己才是真正有帮助的。我相信你在这次成长了很多，一定可以把它处理得更好。好，那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第2组的所有讯息。那若是喜欢64的解牌，那欢迎订阅这个频道，留言、按赞、分享。
还要订阅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我是64。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来自星星的你，这是一支爱情占卜哦。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未来的感情需要有什么样的注意什么，或者是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状况。好，那这也是一支大众占卜哦，所以它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听取自己比较有益的讯息。若是完全不符合的话，就可以参考其他2组哦。那首先我们来看第3组在牌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对方其实对你而言他有倍感压力哦，对你来讲他压力蛮大的。那是什么样的压力呢？这个我们待会来看哦。他也是一个蛮独立的人，他是一个独立的，然后独来独往的，然后你们之间呢没有太多的沟通，那有可能是你们的作息时间不在同一个时间点，也可能他是日夜颠倒，或者是你是日夜颠倒，所以你们在共同的作息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见面的机会少了，然后自然沟通的也比较少，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本身他就话不多，也有这样的情形。那你这边看来的话，你常常会觉得对他来讲，你不太了解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或者是你觉得你跟他的距离有些远，很少谈到你们内心的一些想法，比较深入的沟通比较少。那似乎你对他你对他是蛮宠溺的然后你也会很多时候都会蛮善解人意然后也当然也就是会帮他处理好很多事情然后蛮体贴的一个人。但是在你心里其实有一个问号就是感觉他虽然很靠近，可是又感觉很远的距离因为你们缺少了蛮多的沟通，即使沟通有讲话，但是都是比较基本的问候啦，日常琐碎的一些事情比较没有谈到真正的内心，所以你不太了解他内心在想些什么。再加上他也是一个蛮独立的人，所以呢你们之间的沟通就会蛮少在这种心灵层面上面的。好，那你最近有感受到他有哪方面怪怪的？你的直觉告诉你他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你，没有让你知道。对，那你有这样的，所以你很想去看清，很想了解，但是你一直没有积极的采取行动去知道这个答案，你只是在怀疑，在猜测，但是你没有采取行动，也没有积极的去询问。这个你一直在心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问号。当然你会用很多的理由去自圆其说，或者是帮他合理化。那这些呢，所以也因此就没有得到
真正的答案。对。那你因为你的个性呢，也可以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对，所以你们通常就会把自己有点就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对，然后简单的问候，大概就仅止于此，所以没有那种太热烈的情感。那在你心理上面也一直会有很多的问号，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哦。那有可能你们就是因为，也有可能他的作息时间跟你的作息时间是不一致的所以你们在沟通上又更少。然后那他心理上面确实有感受到压力，对，但是这个真正是什么原因，我想这个只有他心里知道了那因为你们也很少在沟通，所以很难去了解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哪里。所以你也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然后只有自己在心理上面产生问号，对，然后这个情形其实也蛮维持了一段时间都一直没有改善，就是好像就是简单的问候就没有太多的一些热情在里面。那他也不会给你承诺什么，对，他不会给你有任何的一个很肯定的啦，或者是给你一些很安心的一些承诺没有并没有。所以这方面让你就是感觉到这段感情到底是正常的吗？还是不正常的吗？对，这个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所以大致上我们看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有什么样的讯息。好，首先呢，我们看到神谕卡呢，它有一个房子那这个当然是跟家庭或者是你最近有想要租屋、购屋，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通常都是跟家庭有关系的所以你有可能在此时会有想要共同生活因为这边也有一个共同生活，所以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再来就是这边有一只狐狸那这个狐狸当然我们都知道它要讲的就是这是一个这要怎么讲？因为我们通常都知道狐狸是一个比较狡猾的然后比较会欺骗的然后呢有可能会说谎啦然后伪装啦、虚情假意啦等等所以这个狐狸在这边可能你要特别的留意然后你身边是否有这样子的人可能说了谎，然后欺骗了你，对，那这个部分呢要有待你去把它留意一下身边是否有这样子的人出现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再来就是这边有提到一个共同生活然后底下有8个月。好，那这当然有2种一种有可能是你们已经共同生活了，那只是像我刚刚讲的可能日夜颠倒啦那可能2个相处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也有可能是你们即将然后这边有一把钥匙嘛，就是有想要住在一起啦，或者是同居啦，或者是希望租个房子啦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也有这样子的可能，或者是你们已经同居，共同生活在一起了。好，那再来就是对方呢，应该是个金发男子或女子哦。那这边的金发不是真的是金发哦，他可能发色比较偏淡一些，比较浅色，这个都算这个都算，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那是否你现在的对象，也是或者是你还是单身，你可能即将未来遇到的也可能是比较发色偏浅的。好，那这边有一个展现风情哦，他说将你欢欣快乐的能量呢散播给其他人哦。那展现风情，当然这个可以对你们的感情是有增温的哦。比如说呢，像人家讲的可能就是可以度个小蜜月啦，或者是说可以出游啦、度假啦，就是制造一些小浪漫。甚至呢就是可以调情等等去促进你们的感情升温，这是有帮助的但是这旁边有一个留意危险讯息而且这个征兆已经正在警告你了只是你看到这样的讯息，或者是你本身就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那当然那可能就是一个警讯，就需要你再去确认这样的讯息，还有你身边的人是否有一些比较伪善的啦那当然你要注意的话，就可能有没有不诚实，或者是呢没有感情没有不够专一或者是有一些言行不一的迹象等等甚至就是会怎么讲，就是我们刚看的嘛但有可能就是虚情假意啦不是真心的。那可以多进行眼神的交流近距离的眼神交流，你可能就可以看出真假会比较清楚。那在这边当然这边也有讲到，就是有机会是从朋友里面然后晋升到伴侣情侣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对通常你的可能都是从朋友当中先从做朋友，然后之后才进入了，你们是先认识的，但是后来然后就是晋升到情侣的关系。好，那再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起重机。好，那这个逆位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这个再三的有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不可靠的，然后不完整的，对，那不安全的，对，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个也是你要留心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它这边是一个飞马座那也是逆位了，因为飞马座它是强调的是自由，那此时逆位了，表示你被受限了、限制了，而且你感受到受困、不自由了，而且呢，增加了这些疑惑就是感觉就是没有再像自由翱翔的这样子这么的坦荡你就感觉很多事情是蹑手蹑脚的就是被绑住束缚住的这种感觉。好，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牡羊座，那当然有可能是你或者是对方是牡羊座，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你们有牡羊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那牡羊座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他就是一个比较勇敢比较自我，但是也很有冲劲、很有干劲的一个人然后当然他也是有时候就是会比较冲动一些然后比较急，性子比较急，对。好，那再来一个就是这边还有看到一个金星我们都知道金星它是属于就是爱美啦或者是美食啦，喜欢吃美食艺术啦这些审美啦还有爱情，对，金星也是代表感情然后呢金钱等等都可以算是金星
包含在金星里面。那牡羊座若是在金星的话呢，通常它会具有的个性呢是属于有可能是你，也有可能是对方啊。那它是具有个性独立、喜欢挑战新事物的特质。当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勇敢的直追，那遇到困难呢，他也不怕，他会更想要取得胜利。那在最初追求感情的刚开始呢，他是很有冲劲的哦，那会直接表达情感。那金星牡羊人呢，他是比较懂得在关系相处里面呢，愿意放慢，他需要去懂得去放慢你的脚步，然后跟伴侣找到一个协调性，对，然后学习别因一时的热情做事，然后在后面呢，热情冷却了之后呢，就忽略了分享，然后就可能想说啊，你也知道，可是实际上对方根本不知道，你们就越来越不沟通，就想说啊，这你应该知道啊，这也没什么好讲的。可是往往这样子情形，你们的沟通会越来越少，你们就越来越没有共识，就没有那种共同的语言或共同的目标等等哦。少了这些，我觉得感情会失去了很多的热情。好，接着就是超感应力哦。这边大天使拉斐尔他说要注意你身体跟情绪上重复出现的感觉，它意味着神圣的指引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强调你的直觉哦。此时此刻呢，你的直觉是非常灵敏的哦。那你可以试着去感受一下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直觉感受是什么。我觉得你的直觉感受通常都蛮灵验的，蛮准确的哦。你可以试着去感受看看。好，要特别注意身边的一些小细节，它可能对你是有一些暗示，有一些指引的。好，另外一个行动的逆位哦，这就是一直在讲你一直缺乏勇气，缺乏行动去揭开真相，或揭开一件你直觉以来一直想要知道的一个真相，那你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对，你可能害怕很多，可能怕这个结果不是你想要的，或者是怕看了你可能对你会有更大的伤害等等等等。对，那这个只是告知说你的行动被局限了，你没有采取行动，对，你是停滞不前的，你可能在等待，然后比较被动式的等待。但是我觉得这边一直在暗示着，其实你需要寻求一些真相，好，不用去担心害怕这个结果。其实若知道真相，你为何不早些知道，对不对？早点去面对，才不会伤害更大。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当然你们最近会有一些可能用一些电话啦、沟通啦，或者是会有一些聊天的时间机会。然后这边是希望你呢能够怎么讲，就是能够多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更去深入的去了解他的内心。所以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不管是不是透过简讯啊，或者是透过电话、电子邮件什么 LINE 啊，什么这些这些群组，然后都可以去透过这样子去更了解从中去了解对方的为人。那这是一个方法。好，这边还有一个龙虾那这个龙虾其实讲的是财务比较紧缩比较吃紧，比较局限。那这边看来有可能是你，当然我觉得比较像对方也许对方可能在这个最近的财务上面呢是也比较有压力的，也有可能然后在这边又再强调了一个数数也是代表家庭
它是应该是跟家庭有关的哦，所以你们之间的感情呢，一定也是跟你的家庭或者是他的家庭有所连结，应该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好，那对方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是否都接受彼此，或者是对你们之间的感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你都可以去听听看，可能这中间是对你在这段感情上面是会有帮助的。好，这边还有2个时间点哦，一个是3月，好，那有可能是明年的3月。好，那可不可以特别留意一下3月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或者是好事，坏事都有可能。好，那这个时间点可以留意一些。那还有一个就是当你释放压力的时候，好，那也当然放下了之后，那你也比较能够看得清什么样的警讯或者是什么样的重要讯息，你才会特别的留意到。好，那最后这边呢有那个观音的那个神谕卡，这边这个观音呢，它叫口饮翡翠之泉。那我这边大概讲述一下它这张卡的一些讯息，要传达的一些讯息哦。他这边说到说全心敞开才能够全然接受，那给予不必要的压力或者经历不怎么样有趣的学习它只会把生命变得比他原本所需要来得更困难，这将不会有任何的益处，没有什么好处的。此时你正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灵性成长。好，刚刚有提到你的灵性直觉是非常灵敏的，你的灵性高我已经制定好一个灵性时间表了，并在时空中设定好在某一个特定的目的地来启动有意义的事情。你越是让自己得到帮助，你越会觉得超脱和信任。你正在生命途径的一个点上，你需要被支持并且突破。接下来让沉重的感觉或阻碍离开，让生活变得轻盈，并保持绝对的信心，那你的灵魂会被圣母的爱心增强与滋养，所以它是充满爱的一个翡翠之泉哦。好，用这样的话呢来帮助你哦，希望能在这样的一个提点得到一些启发。好，那这就是我们的第3组的所有的讯息咯。那若是喜欢64的解牌呢，欢迎呢来订阅64频道。那欢迎你们分享、留言、按赞还有订阅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拜拜。